大家好，我是小欧，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温室效应。了解温室效应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地球的构造，你才会知道温室效应是怎么形成的。各位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天气变得非常的炎热？然后现在冬天呢又变得很冷，夏天呢狂风暴雨一大堆台风，那冬天的话一大堆寒流。这个就是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影响。那等下会针对这4个特点，第一个是地球构造和大气层，第二是温室效应的形成，第三个造成的影响，第四个我们应有的作为。温室效应呢，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活在地球上呢，每个人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各位再看前面这张图，地球是不是跟鸡蛋很像呢？从里面蛋黄，再蛋白，外面是蛋壳。介绍一下地球内部的构造。地球形成于46亿年前，刚形成的时候是熔岩状态，密度大的物质下沉形成地核，密度小的浮至表面成为地壳，密度居中的成为地函。再看看前面这张图，从最里面内核是6360公尺至5150公尺，称为内核。那内核的话，它是属于固体的成分是铁跟镍。在外核的话是5150至2890公里。外核的话，属于液态的话是最重要的，加上科氏力形成了发电机理论，形成一个稳定的磁场，之后就可以形成了地心引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地球就无法形成了大气层，更无法孕育生命了。再就是地函了，下部地函是2890至660公里，上部地函是660至35公里。下地函的话较为坚硬跟致密，上地函的话包含短流层，然后呈现半圆融状态，使得板块能够移动。前面这张图我介绍一下地球大气层，是因为地心引力束缚而聚拢在地球的行星表面外侧的一层气体混合物，其中还悬浮有不定量的液态气胶跟固态颗粒。大气层由里到外为对流层，为8到18公里，平流层18到50公里，中气层为50到85公里，正温层为85至600公里，外气层为600至2000至3000公里。还有一个臭氧层，它是位于平流层附近，它可以隔绝对生物有害的紫外线进入大气层。重点就是地球的外核，再加上地球自转产生科氏力，它会产生磁场，之后会产生地心引力，然后才会有这个大气层的存在。大气层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平流层，这里有一个臭氧层。这臭氧层可以隔离了紫外线，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南极跟北极这两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温室效应，是指地球的大气层捕捉太阳辐射的热量，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现象。这种效应对维持地球适宜的温度非常重要。
但过度的温室效应会导致全球变暖，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温室效应的主要气体是第一个二氧化碳 （CO2），来自于燃烧化石燃料、工业活动，还有森林砍伐。第二个就是甲烷 （CH4），来自农业活动，如畜牧业、热色填埋场跟天然气开采。第三个是氧化亚氮 （N2O），来自于农业和工业活动。第四个氟氯化碳 （CFCs），来自制冷剂跟发泡剂等。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累积吸收后，再释放红外线辐射，和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我刚刚有介绍过温室效应，然后再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太阳它辐射会照到地球之后呢，是会往外太空散发热量。温室效应会产生一些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它这些热量被锁在大气层这里，导致了温度升高啊。正常的话，如果没有温室效应的话，是气球的话会-18°C 啊。如果有温室效应的话，是15°C 以上。如果有正常的温室效应的话，是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你如果过量的话，导致了天气越来越热。如果在30°C 以上，到40°C、50°C，那个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再补充点呢，像如果产生第四样的氟氯化碳呢，通常都是制冷剂那一类的，就是冷气排放的废气就很容易导致这个臭氧层破洞了。臭氧层通常的话就是在2级啊，如果臭氧层破掉的话，那天气的话就会变得更极端了。而且呢，臭氧层它可以阻挡紫外线。再介绍一下温室效应对人类造成的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冰川融化。像南北极等地区的冰川今年融化的速度很快，海平面持续上升。第二个就是海平面上升了。1901年至2010年间，全球海平面上升19公分。预估到2100年，海平面最高会上升90公分，威胁全球近亿人的安危。第四，低洼或滨海地区首当其冲。第三个，极端气候现象增强，比如龙卷风灾害还有台风越来越强大。第四个，物种迁徙，许多物种会被迫迁移到温度比较低、地势较高的地方。第五个，土地沙漠化，全球有30%能耕种的土地都已经沙漠化了，无法再提供物种生活所需。第六个，农牧灾害，均温跟季节的改变，容易诱发更严重的虫害跟农害。第七个，粮食减量所造成的粮食减量，以东南亚地区跟撒哈拉南非地区最为严峻。第八个，流行疾病传播力提高，疟疾、霍乱跟登革热也会因为全球暖化
传播到更多地方。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影响，我已经讲解过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温室效应，对人类是有帮助，但是你如果过量的话，那就是造成人类的灭亡。人类最适合的居住温度就是20度到30度中间的。我比较适合温度是在26度左右。如果超过这个温度呢，就是太过炎热了。第一个遭殃的国家是热带国家，肯定呢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这两极的天气呢会变得更极端了，热的时候更热，冷的时候更冷。因为这个臭氧层受到破坏，就温差会变得更大，有可能它夏季的时候20-30度啊，那冬季的时候可能负的40度到70度啊。那你温差那么大，你觉得人类受得了吗？那你身体不好的，可能就是第一批受难者。还有一些在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家也是。这就是温室效应应有的作为。国际协议，巴黎协定就是2015年签订的，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工业前水准2°C以内。第一个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跟其他气体的排放，可使用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第二个，重新造林，植树造林跟恢复森林，是吸收大气二氧化碳最有效的方法。第三个，可持续交通，投注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电动车，减少交通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第四个，负责任的消费，减少一次性产品和塑胶的使用，减少碳足迹。刚刚我已经有介绍过我们应有的作为，然后再讲几个重点。第一个，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是没有办法移动到其他的星球。你现在连火星都到不了啊！就算你到得了火星也没用，因为上面还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第二个，我们就是把自己住的家园地球呢，把它整治好了，做好环保。然后第三个，我们的作为，第一个就是减碳。减碳的话包含很多尤其是森林大火所以造成的破坏力是很大的。然后工业用的话，尽量呢减少那个碳排放。第二个就是造林这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最好的方法，大面积的造林。以上呢就是地球跟温室效应的主题下一集的话，我再介绍下火星。一直是大家热门探讨的问题，到底它能不能殖民？下一集我再来探讨这个。感谢各位观看，如果觉得视频不错，欢迎你们订阅。